一车是哈尼族支系中的最原始的一支，他们具有自由开放的民族风格。在养阿纳姑娘节上，常包含了带有性意识的舞蹈与祭祀活动和行为，比如传统上每次上山狂欢，只要女子不反对，男子都可以随意去摸女方的胸部，而且往往是数男数女一起走，一路摸着上山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在节目正式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一车族可以说是最性感的少数民族，一车女子是一车文化里最独特的魅力与代表。已婚的左乳是属于丈夫的，右乳是属于全世界的，说的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纯粹开放。一车族人在1000年前跟随祖先哈尼族人来到依山傍水的山区，并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且浪漫的民族文化。一车族是哈尼族的支系，现在不足2万多人，分布在云南省南部红河县的3个乡中。一车人之所以如此的吸引人，那是因为一车女人，性感一词在一车女人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她们大胆而性感，她们会大方地裸露出她们妩媚的胸部以及她们那修长迷人的双腿，而且是不分年龄的。她们服饰的设计都是以凸显女性丰满的轮廓为主，这样别致的设计充满着诱惑之美。她们的上衣分为外衣、衬衣和内衣。一车女子的左胸会被遮掩得非常严实，而右胸却是半裸露的，使她们的胸部宛如被乌云遮起来的满月，忽隐忽现，娇白美好。这样的衣着据说是一车女子特意留给自己的车爱的，车爱意为亲密的伴侣、情人。一车女人不分年龄，都穿一种靛青色的扭裆裤，形似紧身短裤，裤脚只达到大腿上端，几乎将腿部完全露出。裤腰前后定有4股细麻线绳，后2股长仅0.2米，前2股则长达1米左右。4股麻绳紧紧缠住腰部，同时起到裤带的作用。一些格外讲究的年轻女子还在裤带顶端结上彩线制作的彩球，以作装饰。说到一车人，不得不提的当然是他们的爱情，因为在历史上一车人经历过许多次的大灾难，所以他们对于种族的繁衍尤为重视，并逐渐将爱情当成了催生繁衍的最佳途径。因此一车人每年都会举行一个名叫养阿纳的节日，就是云南著名的姑娘节，为年轻人寻找车爱提供了机会。在这一天，男游客不仅能大饱眼福，还能合情合理袭胸，因为这一天所有的一车人都会来到山上进行狂欢，而且只要女性不反对，男性都可以直接抚摸对方的胸部以示祝福。在他们看来，姑娘节上被袭胸代表这名女性非常漂亮，很有魅力。不过除了丈夫以外，其他男性只能够抚摸一车女性的右乳，这也是左乳属于丈夫，右乳属于全世界的由来。在这天山顶上，勇敢的一车青年会边唱着悠扬古老的曲调，边举起一杯美酒，从围坐的酒席上站起，大胆地向坐在对面所心仪的姑娘以歌示爱，并请姑娘喝下他手中的美酒，接受他的情意。姑娘见有青年向她发出邀请，会惊喜下羞怯地低头微笑，不敢去接这杯酒。众人会一片哄笑，此时在席的长者便要发挥他的幽默诙谐，为尚不熟悉的青年人牵线搭桥。在一片大笑与起哄声中，姑娘终于接过了酒杯，对男青年也以歌相答，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酒过3巡，原本害羞的情侣们也开始纵情。男青年当众搭起姑娘的肩，姑娘笑而不避，同时齐齐将她们健美的大腿展露出来，在阳光下十分醒目。当打起传统的牛皮鼓的时候，一车男女两成队，手舞足蹈，他们注重臀胯，甚至模拟交合的舞蹈动作，展现自我，表达对生命兴旺的追求。一车人的爱情规则没有独占与嫉妒的情绪，他们可以有无数的情人，他们一生都热衷于追逐情人。在姑娘节，如果姑娘把白帽送给了小伙子，表示姑娘喜欢上这个小伙子，因为姑娘的白帽代表着以身相许。小伙子如果是强行抢走的白帽，那么不算是姑娘喜欢的哦。而男方若是愿意去姑娘同宿同期，那么会赠送钥匙，而且女方可以准备多顶白帽，男子也一样可以与多名女子相约。这种大胆、热情、奔放追求情感的方式，是世界上堪称一大奇趣的存在。现在的姑娘节还新增了打摩秋，
阿巴多酒会和农家宴的内容。打魔球是种勇气与想象力结合的运动。魔球类似于跷跷板，但是在一个1米多高的桩上支起长达6、7米的木杆，木杆绕着支点上下飞旋打转。木杆一头翘起时可高达10米左右，人为之飞舞的一刹那，有如被抛上天空的感觉。魔球桩具有生殖崇拜的意味，魔球桩子象征男性生殖器，高高挺拔矗立在地，被插在上面的魔球木杆有个深深的圆洞，被魔球桩尖顶着，所以就象征了女性生殖器。在打魔球的前一天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魔球仪式，仪式后想要后代的妇女可以去摸一摸魔球桩，祈祷得子。阿巴多酒会是在姑娘山的山顶举行，男女成对而坐，邀请受人尊敬而诙谐的长者同席。农家宴是组织者安排的，把来宾都请到村寨的各家各户去与村民共享野味佳肴。一车人是对旺盛生命力极其崇拜的。一车长老说，生首先是谷子的生，所以一车人的重大节日都和稻作生长联系在一起，是哈尼稻作文化的构成内容。养阿纳在插秧完毕后举行，就意味着插下去的秧苗发芽生长，这和男女青年的谈情说爱联系在一起，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。稻谷的发芽与爱情的萌芽，正体现了人类与农作的关系，对自然的崇尚。一车人的婚嫁习俗十分的独特，不亚于走婚的摩梭人。一车姑娘在小时5、6岁，甚至才出生几周，就由父母包办定下了娃娃亲，到14岁以上就可以成婚。一车的姑娘一生可以嫁几次，每次出嫁定亲的钱都会翻倍，比如第一次出嫁聘礼是1000元，第二次出嫁的聘礼就要翻倍成2000元，第三次就是4000。所以有句话说，一车的姑娘嫁得越多越值钱。但在从定下亲事后，一车姑娘仍可自由恋爱。在一车人的传统民居里，都会在屋外设一个独立的小耳房，姑娘长到14岁后就可以搬到小耳房去居住，自由幽会情人，谈情说爱，父母也不干涉。姑娘在有了自己中意的情人后，就可以赔钱退亲，但其未来的丈夫就要付出比原先定亲的双倍的聘礼。而在成亲后的一车妇女，其感情也是十分自由的，只要在有了孩子之前，哪怕已经结婚了，也可以自由恋爱，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情人带进家来。但是只要夫妻生子后，以上游戏规则就都被禁止了。妻子必须严守贞操，一旦与外人发生关系，就会被认为要丧失自己和家人的灵魂。丈夫虽然也要被要求守贞，但男人显然更有特权。若发生了一夜情，只要返家时摸一下门口的狗，便认为将污秽传给了他，自己就心安理得，没有任何灾难了。因为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，而家庭就需要婚姻的关系。至于需不需要爱情，则是另当别论。所以哈尼一车人的这种婚前婚后比较自由的爱情模式，尤其是对男女差别对待，就埋下了各种隐患危机。因此在一车族不幸福和痛苦还是非常的多的，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一车的姑娘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劳作休息，她们都不吝啬展示自己的性感，她们热情大方的性格反倒给人一种质朴的感受。她们对于美的诠释是那么的纯粹，整个族群也因为她们而显得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魅力无限。这个民族最吸引人的是每个人，尤其是姑娘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自信，对自己身体的自信，对爱情的自信。那股子自信似乎也一直感染着读者，也希望他们的热情和自信能感染更多的人，告诉他们健康自信才是最美的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并转发。